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真的太让人感慨了。一个天津富家千金遇到了一个台湾小镇男孩，这段跨越海峡的姻缘究竟如何展开呢？哎呀，先别急，听丽姐慢慢道来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女主角吧。刘雅婷，今年29岁，天津人，曾经的连锁酒店千金，真正的白富美一枚。不仅人长得漂亮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在商界也是小有名气的名媛。她从小就在父亲的精心培养下学习企业管理，本科毕业于北京某知名财经大学，硕士则在英国留学归来，可以说是别人家的孩子没错了。但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！就在2年前，刘家的连锁酒店被竞争对手恶意收购，在商业谈判的关键时刻，刘父心脏病突发，不幸离世。这个噩耗对刘雅婷的打击可想而知。更糟糕的是，刘家所有资产都被冻结，还背负着巨额债务。天啊！爸爸，您怎么就这样走了？雅婷跪在父亲的遗像前，泪如雨下。一夜之间，从天之娇女变成了负债族。刘雅婷不得不从豪宅搬出来，住进了一个普通的小区。为了维持生活，她开始在一家咖啡厅打工。虽然生活条件一落千丈，但雅婷从来没有放弃过东山再起的梦想。她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找回属于刘家的一切，我一定要复兴家业，让爸爸在天之灵安息。雅婷每天都这样告诉自己，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。在咖啡厅工作的第3个月，雅婷遇到了我，丽姐，没错，就是我本人啦。当时我正好去那家咖啡厅谈业务，被雅婷的气质深深吸引。交谈后才知道她的遭遇，我当场就被这个坚强的姑娘感动了。雅婷啊，你这么优秀，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婚恋市场呢？说不定能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，一起东山再起呢。我向她提出了这个建议。雅婷当时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丽姐，我不是那种攀附权贵的人，但如果能遇到一个真心相爱，又能帮助我复兴家业的人，我当然不会拒绝。就这样，雅婷在我的红娘服务中注册了。我给她安排了几次相亲，但都不太成功。有的男士听说她背负债务就打了退堂鼓，有的则是冲着她曾经的家族背景来的，动机不纯。就在我们都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。我有个老朋友要去台湾参加一个商业峰会，问我有没有兴趣同行。我灵机一动，为什么不带上雅婷呢？换个环境，说不定会有新的火花。于是我邀请雅婷一起去了台湾。我只去过一次，还是跟爸爸一起去谈生意的时候，雅婷有些犹豫。去吧去吧，台湾的男生很多都很暖心的，而且那边的创业环境也不错，说不定对你重新创业有启发呢。我鼓励道。就这样，我们踏上了前往台湾的旅程。别看台湾地区面积不大，但经济发展可一点不差。很多大陆人有个误解，认为台湾比大陆穷，这可太天真了。虽然两岸近年来的经济总量有差距，但台湾的人均 GDP 和生活品质在亚洲可是数1数2的，尤其是医疗、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做得相当不错。我们先是参加了在台北举办的商业峰会，然后决定在台湾多玩几天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，我们来到了位于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南投。这里风景如画，空气清新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。就在南投的一家民宿，雅婷遇到了她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林志豪。志豪是民宿的主人，今年32岁，个子不高，但身材很好，一看就是经常运动的那种。第一眼看到他，雅婷就被他阳光般的笑容所吸引。欢迎2位来到青山民宿，我是老板林志豪，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告诉我。志豪的普通话带着淡淡的台湾腔，听起来特别亲切。谢谢老板，请问附近有什么推荐的景点吗？雅婷问道。哎呀，那可多了。如果2位喜欢自然风光，我可以带你们去看日月潭的日出，保证让你们惊艳。志豪热情地推荐道。就这样，志豪成了我们在南投的导游。3天的时间里，他带我们游览了当地的各个景点，品尝了地道的台湾美食。雅婷和志豪相处得越来越融洽，我这个老司机一看就知道这2个人有戏。丽姐，我觉得志豪人真的很好，做事很踏实，而且对待客人也很热情。
一天晚上，雅婷悄悄对我说道：“那你想不想多了解他一些？”我笑着问道：“想啊，但我们马上就要回大陆了。”雅婷有些失落。这个简单啊，我二话不说，直接找到志豪，邀请他有空来大陆做客。没想到志豪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他说他一直很想去大陆看看，了解那边的创业环境。回到天津后，雅婷继续她的咖啡厅工作，但心里总是惦记着那个台湾小镇男孩。好在现在通讯发达，两人每天都会视频聊天，感情迅速升温。1个月后，志豪真的来了大陆。雅婷，我来了。志豪一下飞机就给雅婷发了消息。雅婷专门请了1天假去接机，两人见面的那一刻，四目相对，都有说不出的激动。你比视频里还帅，雅婷脱口而出，然后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你也比视频里更漂亮，志豪笑着说道。志豪计划在大陆待1周，雅婷决定带他好好逛逛天津。但问题来了，雅婷现在的经济条件有限，无法像以前那样带朋友去高档场所。她有些担心志豪会看不起她现在的生活。志豪，我现在的生活条件比较简单，可能会让你失望，雅婷忐忑地说道。傻瓜，我也不是什么富二代，我的民宿还是贷款开的呢。简单点挺好的，真实才是最珍贵的，志豪温柔地说。听到这话，雅婷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。她带志豪去了自己工作的咖啡厅，介绍他认识了自己的同事，带他去了天津的古文化街，品尝了正宗的狗不理包子，还带他去了五大道，欣赏那些历史建筑。志豪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赞叹。他不仅没有因为雅婷现在的处境而看轻她，反而更加佩服她的坚强和乐观。雅婷，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，经历了这么大的变故还能保持积极的心态，我真的很佩服你。志豪真诚地说道。雅婷心里暖暖的，她第一次感觉到，原来真正的爱情不是看你有多少钱，而是看对方能否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给你力量。志豪在天津的日子过得飞快，转眼就到了返程的日子。临行前，他对雅婷说：“雅婷，我想邀请你去台湾，来我的小镇生活一段时间，你愿意吗？”雅婷犹豫了一下，她现在的工作虽然收入不高，但至少稳定，如果贸然辞职去台湾，万一两人的感情没有结果，他回来又得重新开始。看出他的顾虑，志豪补充道：“你不用马上决定，可以等你觉得合适的时候再来。我会一直等你。”就这样，志豪回到了台湾，两人继续着远距离恋爱。3个月后，雅婷终于下定决心，她要去台湾亲眼看看志豪的生活，也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。丽姐，我决定去台湾了。雅婷兴奋地告诉我：“好啊，我就知道你们有戏。记得到了台湾要常联系啊。”我欣慰地说道。雅婷辞去了咖啡厅的工作，收拾好简单的行李，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航班。志豪亲自到桃园机场接她，两人相拥而泣，仿佛分别了1个世纪那么久。欢迎来到台湾，志豪紧紧握着雅婷的手说道。志豪开着他那辆有些年头的 SUV， 带着雅婷从台北一路南下，前往南投的小镇。一路上，雅婷惊叹于台湾的自然美景和城市建设。台湾真的好美啊！而且城市建设的很有特色，既有现代化的一面，又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。雅婷感叹道：“是啊，台湾虽小，但五脏俱全啊。从北到南各有特色，你慢慢会发现的。”志豪自豪地说。人们常说，真正了解一个人要看他的生活环境。当雅婷真正来到志豪的小镇，住进他的民宿，他才发现这个表面阳光开朗的男人，生活其实并不容易。志豪的民宿虽然位置不错，风景优美，但规模很小，只有5间客房。平时基本上是他一个人打理所有事务，从接待客人到打扫卫生，再到准备早餐，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。志豪，你每天都这么忙碌吗？雅婷看着他忙前忙后，心疼地问道。习惯了。开始的时候确实挺辛苦的，现在已经得心应手了。志豪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笑着说道。更让雅婷心疼的是，她发现志豪的生活非常节俭。他的衣服虽然整洁，但大多已经穿了好几年，家里的家具也都是简单实用的款式，没有任何奢侈品，即使是日常饮食也是简单的家常菜，很少外出就餐。
志豪，你这样生活不会觉得辛苦吗？有一天，雅婷忍不住问道。还好啦，我从小就习惯了节约，父母教育我们要珍惜每一分钱。而且这样的生活其实很充实啊，每天有自己的事业，能接触到各地来的游客，听他们讲不同的故事，多有趣啊！志豪依旧笑得阳光灿烂。雅婷不禁感慨，同样是民宿老板，在大陆有的人开民宿纯粹是为了情调或投资，而志豪却是把它当成了事业的全部，倾注了全部心血。这种认真踏实的态度，是雅婷在以前那些富二代男友身上从未见过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雅婷也渐渐融入了小镇的生活。她开始帮助志豪打理民宿，从整理房间到接待客人，再到设计推广方案，她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都用上了。在她的建议下，志豪的民宿在网上的曝光率提高了不少，预订量也逐渐增加。雅婷，你太厉害了！这个月的入住率比去年同期提高了30%。志豪看着账本，惊喜地说道：“这说明你的民宿很有潜力啊，只是之前宣传渠道不够多而已。”雅婷谦虚地说道。一天晚上，客人都休息了，志豪和雅婷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，望着满天繁星。雅婷，你在台湾住的习惯吗？有没有想过以后的事情？志豪有些紧张地问道。我很喜欢这里，人们都很友善，生活节奏也不那么紧张。至于以后，雅婷笑了笑，我现在只想活在当下，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就这样在一起？志豪鼓起勇气，握住了雅婷的手。雅婷心跳加速，她知道这是志豪在向她表白。她深深地看着志豪的眼睛，那里面满是真诚和期待。志豪，我很喜欢你，也很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但是雅婷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有未完成的心愿，我答应过爸爸要重振家业的。志豪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坚定地说，我理解你的心愿，也尊重你的决定。如果你需要回大陆发展，我可以等你，也可以和你一起去。但如果你愿意留在台湾，我会全力支持你在这里实现你的梦想。雅婷被志豪的话感动得泪流满面。在他最落魄的时候，在他背负巨额债务的情况下，仍然有人愿意无条件地支持他，陪伴他，这是何等的幸运！谢谢你，志豪，给我一些时间考虑好吗？雅婷轻声说道。当然，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。志豪温柔地拭去他脸上的泪水。就在这时，雅婷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一个天津的号码，她疑惑地接了起来。喂，请问是刘雅婷小姐吗？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男生。是的，我是。请问您是？雅婷警觉地问道。我是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王明。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，关于您父亲公司的案件有了新的进展。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证据，证明当初的收购确实存在恶意操作和法律漏洞。法院已经决定重新审理此案，并暂时解除了对部分资产的冻结。雅婷惊呆了，这个消息太突然了。真的吗？那我需要回天津配合调查吗？是的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希望您能尽快回来处理相关事宜。法官说道。挂掉电话，雅婷的心情无比复杂。一方面，她为案件有了新进展而高兴，另一方面，她又舍不得刚刚萌芽的爱情。出什么事了吗？志豪关切地问道。雅婷把电话的内容告诉了志豪。我可能需要回天津一趟，那就回去吧，这是你的心愿不是吗？我理解的。志豪虽然不舍，但还是支持雅婷的决定。但是我不知道要多久，雅婷担心地说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你，也可以经常去看你。台湾和大陆又不是远的不能往来，志豪安慰道。就这样，雅婷决定回天津处理家族企业的事情。离开的那天，志豪亲自送她到机场。一定要保持联系啊，志豪依依不舍地说。我会的，等事情告一段落，我就回来看你。雅婷红着眼眶承诺道。回到天津后，雅婷立刻投入到了案件的处理中。在法官和律师的帮助下，她收集了大量有力的证据，证明了竞争对手在收购过程中存在欺诈和胁迫行为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法院终于判决收购无效，刘家的部分资产得以解冻。雅婷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。虽然距离完全恢复刘家的辉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至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
志豪一直是他最坚强的后盾，尽管两人相隔两地，但几乎每天都会视频聊天，互相鼓励。雅婷，你真的很棒，我就知道你能做到。志豪在视频那头兴奋地说道，这都要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早就放弃了，雅婷感激地说。就在案件基本告一段落的时候，雅婷接到了志豪的电话。雅婷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志豪的声音非常兴奋。什么好消息啊？雅婷好奇地问道。我申请的创业贷款通过了。我准备扩建民宿，增加更多的房间，还要在旁边开一家咖啡厅。志豪激动地说。真的吗？太棒了！雅婷由衷地为志豪高兴。而且我想邀请你来当这个咖啡厅的经理。你在咖啡厅工作过，又有酒店管理的经验，简直是最佳人选。志豪期待地说。雅婷听了这个邀请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一方面，她确实很想和志豪在一起；另一方面，她刚刚开始着手重建家族企业，现在离开似乎不是最好的时机。就在雅婷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她突然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志豪，我有个更好的提议。我现在手头有些资金，虽然不多，但应该足够开一家像样的咖啡厅了。我们可以合作啊。你负责民宿，我负责咖啡厅，两个业务相辅相成，说不定能做得更大呢。雅婷兴奋地说道。真的吗？你愿意来台湾和我一起创业？志豪惊喜地问道。是的，我觉得这是个双赢的选择。我可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，同时也能和你在一起。至于天津这边的事务，我可以委托律师和一些可信的亲友帮忙打理，定期回来看看就好了。雅婷已经想好了周全的计划。太好了，我等你，志豪激动地说。就这样，雅婷再次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航班。这一次，她带着重获新生的希望和对未来的憧憬。当雅婷再次来到那个小镇，她发现志豪已经开始了民宿的扩建工程。看到雅婷来了，志豪兴奋地带她参观正在修建的新区域。这边将来是新增的客房，这边是会议室，可以承办一些小型的会议和活动。志豪兴致勃勃地介绍着。至于咖啡厅，我想建在那边的空地上，视野很好，可以看到整个山谷的风景。雅婷被志豪的热情感染，也开始畅想未来的蓝图。咖啡厅可以结合一些文创元素，既提供美食，也展示当地的文化和艺术品，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文艺青年。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越讨论越兴奋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雅婷和志豪一起设计咖啡厅的装修风格，制定经营策略，联系供应商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有一天，雅婷注意到志豪似乎有些心事，经常皱着眉头看手机。志豪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雅婷关切地问道。志豪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叹了口气说，其实扩建工程的资金出了点问题。原本银行承诺的贷款只到位了一半，另外一半因为政策调整暂时发放不了。我正在想办法筹集剩下的资金，但短期内恐怕很难凑齐。雅婷这才明白为什么最近志豪总是愁眉不展。他二话不说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。志豪，我们是合作伙伴，也是最亲密的人，有困难一起面对才对。这张卡里是我从案件中追回的部分资金，虽然不多，但应该够解决眼前的困难了。雅婷坚定地说道。不行，那是你辛苦追回来的钱，是用来重建你家族企业的，我不能要。志豪果断拒绝。志豪，你听我说，钱只是一个数字，重要的是它如何被使用。我相信爸爸在天之灵也会支持我的决定。与其把钱放在银行，不如投资到我们共同的事业中。这不仅是帮你，也是帮我自己。雅婷诚恳地说。看着雅婷坚定的眼神，志豪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最终，他接受了雅婷的帮助，两人约定，这笔钱算作雅婷对合作项目的投资，日后分红按投资比例计算。有了资金的支持，工程进展得更加顺利了。3个月后，扩建后的民宿和全新的咖啡厅终于开业了。开业当天，小镇上的居民和附近的游客都来捧场，场面十分热闹。志豪，雅婷，恭喜啊！这民宿和咖啡厅建得真不错。镇上的老人们纷纷祝贺道：谢谢大家的支持，以后请多多关照啊！
志豪和雅婷笑着回应。开业1个月后，经营状况超出了2人的预期，扩建后的民宿入住率提高了不少。咖啡厅也因为独特的装修风格和美味的咖啡甜点吸引了不少回头客。更重要的是，雅婷和志豪的感情也在共同创业的过程中日益加深。雅婷，这一切都要感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还在为资金发愁呢。一天晚上，志豪深情地对雅婷说道，这也要感谢你给了我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在我最低谷的时候，是你让我看到了希望。雅婷真诚地回应。雅婷，其实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志豪突然变得有些紧张。什么话啊？雅婷好奇地问道。志豪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单膝跪地，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枚闪闪发光的钻戒。雅婷，我知道我不是最富有的人，我的生活也很普通，但我保证，如果你嫁给我，我会用尽全力让你幸福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志豪深情地注视着雅婷，声音有些颤抖。雅婷惊呆了，她完全没想到志豪会在这个时候求婚。她看着眼前这个朴实无华却又无比真诚的男人，心中涌起无限感动。志豪，我愿意。雅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就这样，一个来自天津的富家千金和一个台湾小镇的民宿老板跨越了海峡，跨越了文化差异，走到了一起。婚礼定在了第2年的春天。雅婷和志豪决定举办一场简单而温馨的仪式，只邀请双方的亲友参加。婚礼前夕，我丽姐收到了雅婷的邀请函，立刻订了机票飞往台湾。见到雅婷，我惊喜地发现她比以前更加成熟稳重，眼神中充满了幸福的光芒。丽姐，你终于来了。雅婷激动地抱住了我，当然要来啊！我的金牌客户找到幸福了，我这个红娘不来见证一下怎么行？我笑着说道。晚上，在民宿的院子里，雅婷向我讲述了这1年多来发生的点点滴滴。从最初的相识到共同创业，再到现在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，每一步都充满了惊喜和感动。丽姐，谢谢你当初带我去台湾，否则我可能永远遇不到志豪。雅婷感激地说道，缘分这种事强求不来的。你和志豪能走到一起，完全是因为你们彼此真心相爱，我欣慰地说。第2天，婚礼如期举行，雅婷穿着简约而优雅的白色婚纱，志豪则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，两人站在鲜花拱门下，接受亲友们的祝福。我宣布，你们正式结为夫妻。证婚人的话音刚落，台下掌声雷动。婚礼结束后，雅婷和志豪踏上了为期2周的蜜月旅行。他们先去了台湾环岛游，然后又飞往了大陆，游览了北京、上海等城市。这是2人共同的决定，他们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。蜜月结束后，2人回到了小镇，继续经营着他们的民宿和咖啡厅。在2人的精心打理下，生意越来越好，甚至开始吸引了一些商业投资者的关注。1年后，雅婷和志豪迎来了他们的第1个孩子，一个可爱的小男孩。他们给孩子取名为希望，寓意着2人对未来的美好期许。希望将来会像他爸爸一样阳光开朗，也会像他妈妈一样聪明坚强。雅婷抱着孩子，幸福地说道，他会拥有两岸的文化基因，成为连接2地的桥梁。志豪自豪地说，时光飞逝，转眼间3年过去了。雅婷和志豪的事业蒸蒸日上，他们的民宿已经成为当地的知名品牌，咖啡厅也开了分店，而小希望也长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，成为父母的骄傲。在这3年里，雅婷也没有放弃重建家族企业的梦想。她定期回天津处理相关事务，在律师的帮助下，一步步地收回了被冻结的资产。同时，她也开始在天津投资一些小型项目，为将来全面重启家族企业做准备。志豪，我想在天津也开一家咖啡厅，就按照我们这里的风格来设计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有一天，雅婷向志豪提出了这个想法。好啊，我们可以打造一个连锁品牌，将来在两岸都有我们的门店。志豪非常支持雅婷的想法。就这样，雅婷和志豪的事业版图开始向大陆延伸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他们在天津、北京等城市都开设了分店，生意越做越大。5年后，当初那个负债累累的刘家千金已经成功翻身，不仅恢复了家族的荣誉，还创造了新的辉煌。而那个台湾小镇的民宿老板
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老板成长为跨海峡连锁酒店的总裁。雅婷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？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小民宿的老板，而你是天津的富家千金。虽然当时家道中落，志豪感慨地说道。记得啊，那时候我以为你是个穷小子。雅婷打趣道，我本来就不富裕啊。志豪笑着说，但我们一起奋斗，终于有了今天的成就。是啊，这一路走来，我们经历了太多。雅婷靠在志豪的肩膀上，感慨万千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，一个天津富家千金和台湾小镇男孩的爱情故事。他们跨越了海峡，跨越了文化差异，携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传奇。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，不妨敞开心扉，或许那个对的人就在不远处等着你呢。记得关注我的账号，下期再见。